纽西兰有2个非常有名的冰河，其中一个就是福斯冰河喽。那我们来到这边呢，其实福斯冰河可以坐直升机到上游，也可以用走的走过来啊。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冰河，而且呢，这个冰河呢，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呢，它的海拔不高，它可以在不高的海拔地方呢，走上这个福斯冰河来看哦。那这也是福斯冰河最大特色的地方哦。我们今天准备来这个走福斯冰河，但是当然比较可惜的是就是下雨喽哈。那走冰河呢，还有好几种行程，一种呢是走到冰河的舌尖部分，另外一种呢是直接走上冰河啊。那这个如果说要专门走上冰河呢，它需要有重装备啊。我们不需要了哈。我们如果要重装备上冰河呢，那还得了哦。那这走上去来讲你不要说你紧张啊我们比你更紧张哦。那刚好今天遇到下雨，但是呢，能够体验的走得动的人我们还是来走一遭哦。我常告诉很多的人说行你行，别行那边囧别硬走反而有时候呢，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麻烦给所有的团体所以我常讲，心态是自己的。只有你自己最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任何事不要逞强，不要勉强。出门在外是这样每一个国家的饮食特色又来了有的就是这样这么丰富当地的特产有的其实它还是很丰富，就是洗力加呗所以这真的看似简单的4个字。其实做起来呢，是比登天还难的4个字，就是入境随俗Diana 在古代的毛利语当中代表了漩涡的洞穴的意思，而这里指的也就是萤火虫洞所居住的 Diana 洞窟。Diana 是南岛的第1大湖，四周环绕着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非常适合，也有最天然的萤虫洞。我们来看萤虫喽。萤火虫其实在世界上各地很多会发光的昆虫呢，有很多种在南半球的纽西兰，我们现在来到南岛去看这个萤虫洞呢，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萤火虫会萤钩，它是另外一种会发光的物体不太一样尤其是在纽西兰旅游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在澳洲、纽西兰其实很长时间拉车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的萤火虫洞其实从头到尾只有一家公司在这边经营所以想看萤火虫洞的人，其实都必须经过这一家公司来去报名其实萤火虫洞里面是不能够摄影的甚至呢，一般的摄影机呢都没有办法摄影得起来，要有专业的摄影师进去摄影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艾格林顿山谷哈。其实这一段路啊，可以说是开始了行驶跟游览着所谓的纽西兰的景观公路啊。在这景观公路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将可以看得到两旁边的非常美丽的山景，还有呢，我说它应该说是世界地理杂志地理教室啊。你看这个镜湖，它的这个名字呢是颠倒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天气好的时候，湖面呢会变成一面镜子，倒影过来的时候，那个字呢就变成正的啦啊。开始我们的峡湾国家公园之旅喽啊，在峡湾国家公园，行驶这一些美丽的路段呢，真的，它的景色将让你觉得目不暇接啊。旅游的过程有分为很多种哦，其中有一种旅游的过程呢，就是行驶在景观公路之上，所谓的车景车游啊。所以误用台湾近距离的心态来去看世界各地那么大的环境啊。很多人对于旅游坐车很久啊，觉得很疲累啊，觉得很痛苦。但是其实大家常常忘记了，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窗外的风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团员之间的和乐，各式各样的氛围，其实都是旅游当中的一块部分。虽然我知道每一个旅游者来自于不同的环境，当然相处起来造就出来的相处情况也就截然的不同。但是呢，毕竟这是人生的一部分。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其实你也可以遇到非常多的人，非常不同的人，在你的人生当中出现。旅游过程，你所看到的一草一木，所相处到的任何一种人们，其实何不把它当作你人生当中的体验呢？切勿用非常严肃、非常特别那种看不起的眼光去相处的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旅游玩家真正的定义啊！别为了一个人而生气，也别把自己在旅游当中不愉快的感觉传染给大家，这才是旅游真正的真谛。很多人认为他不高兴，他大声咆哮，但是其实他忘记，他咆哮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影响了他人的权利。这段美丽的景色经过之后，我们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峡湾国家公园，也叫做米佛峡湾。而米佛福德峡湾，简称米佛峡湾也可以啊。在毛利语当中，它是第一只野生的画眉，位于纽西兰南岛西南部的峡湾公园内啊。它是一个冰河的地形，它也是世界遗产当中的其中一个地方。
那在这里呢，峡湾当中呢，可以看得到海豚、峡湾企鹅、海豹等等水中生物。特别在船在行驶到海豹夹的时候，常有大量的海豹聚集在这个地方。弥佛峡湾游览当中，其实跟北欧的峡湾之旅呢，其实有一点类似啊。那这里呢，纽西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天上飞，地上开车，水中湖中峡湾游船呢，都可以让你体验得到啊。那另外一个更大的重点，它就来咯。另外一个更大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峡湾当中呢，我们也会在峡湾上用上一餐。我常讲每个环境每个地方有最大的不同的特点像在弥佛峡湾游船的时候呢，我们在船上用上一餐这一餐就是非常简单的一餐了那也谢谢这一团每一个人都很能够了解到在旅游过程当中每一个国家公园或每一个景点所做的安排像这种船上的简餐，有时候很多人就不能够体谅那就假这些米菜其实我出国最怕人家常常听到人家说会假黑心米菜让专世界的人来到家人家吃的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重点在峡湾嘛重点不在于你饮食上面的特色嘛，甚至有时候这种地方它能够选择的东西就不多，所以我说非常感谢这一趟来到纽西兰的男女主角们都非常能够了解到旅游的真谛，还有旅游的意义，也很能够乐在其中的去享受这一趟的纽西兰之旅。海豹峡，这里有很多的年轻海豹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在游览过程当中呢，你会听到那个广播器开始来广播叭叭叭，哪里有海豹夹，哪里有什么什么，哪里有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夹崩个夹不赢真的，你夹崩心还有耳朵边听他介绍风景点，赶快放下你的碗筷，冲到旁边去看这蛮趣味的我们来欣赏这一段的弥佛峡湾游船吧。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哇，纽西兰到底哪里好玩？纽西兰到底是南岛还是北岛？
其实纽西兰的南岛跟北岛呢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环境地理位置啊。游玩起来呢，我觉得是各有不同的巧妙啊。当然，在纽西兰的南岛，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的景观呢，总是比较强烈的啊。而小湾国家公园的冰河地形也是南岛首屈一指的观光景点。小湾这里唯一的入门大口就是蒂阿瑙哦，这里从公路游到了船上，美吗？真的很棒哦。你看哦，多个多的天气真好哦，哎呦，蓝天白云哦。纽西兰最美的地方，美的有一点仔超过。纽西兰虽然坐车加孤等，但是看到的景色都很值得。你知道吗？在峡湾啊，其实它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大的哈。在峡湾一年当中365天呢，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呢，不是出太阳，而是呢阴雨不定啊。峡湾的地形原本就很特别了啊，所以当你如果来到了米佛峡湾，能够看到的像现在这样的蓝天白云呢，哇哦，真的是很难得碰到的啊，很难得碰到的。旅游也是这样啊，下雨天出太阳啊，很难控制啦啊，真的很难控制。峡湾的过程你喜欢吗？我觉得呢，这也就是纽西兰最大最好玩的地方啊，那也是它最独具特色的地方。我一再的强调，纽澳之旅其实旅游起来算蛮辛苦的哦，有一点辛苦啊。为什么啊？因为纽澳之旅，它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哇，你看自然野生态在这大洋洲的非常非常多哦。你看，哇，这个老外趴下来是怎样在找母鸟嘛这个动物也不太怕人因为他们对于动物的保护环境呢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在纽西兰，我一直强调说它是一个路程非常长远的地方不管是从澳洲飞过来或者是在纽西兰沿路坐车也好，到了北岛也是都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到这里不比台湾，真的所以呢，我们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呢，要做一个知性做一个真正的旅游者的原因来自于这边。尤其是在台湾的旅游呢，我一再的在节目当中强调，有时候我们到国外旅游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到像我们坐巴士的时候如果呢人多我们坐在同一台巴士呢，尽量就不要一个人占一个位置如果人少，当然你要一个人占4个位置也 OK， 对不对不要说人多，哎呀，一个人不能坐2个位置。从古至今当你去世界各国旅游的时候呢，甚至你到了高铁也是一样嘛如果没有人坐，你一个人要坐3个位置都可以。如果有人坐，人家旁边有坐人也都很正常的。这样子的公民道德呢，更希望每一个真正的旅游者呢，也都能够了解到这一点。